没能救下姐妹花，小叶自责不已。他明明已经约定好了要保护大家的。突然，小叶愣住了，这个约定他到底是和谁订立的？小叶的头再次疼了起来，他靠在父亲怀里痛哭出声。恍惚之间，他又来到了那间挂满血瓶的房间，长桌的对面还有另一个人的身影。小叶惊醒的时候正是半夜，他疲于出门，再次遇到了那只会说话的小狗，或者说应该是谷物。小叶很惊讶，但他并没有狩猎的打算，因为他从小狗身上感受不到恶意。小狗说，恶意不是一直放在外面的，也能被高明的隐藏起来。谷物如此，人也是如此。小叶觉得小狗并非谷物，对方身上的强大力量和谷物并不一样。小狗找他是为了实现愿望，他之前是一家可以实现各种愿望店的老板，因为有人许下了和小叶有关的愿望，所以他才会来到这里。小叶很疑惑，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小镇，到底是谁许下什么样的愿望呢？小狗表示不能说，又问小叶，他真的确定自己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吗？小叶又想起了关于约定的事，到底是和谁的约定，他完全想不起来。实现愿望是需要代价的，而且代价必须和愿望相等，所以可以做的事很有限。小狗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，便是限制之一。他约好了会实现这个愿望，在此之前，他都会在小叶身边。谷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现，小叶心神不定，于是父亲让他将御神刀随身携带，照例来到咖啡店吃早餐。温柔的文先生和美味的食物让小叶的心情好了不少。来到教室，却发现教室空无一人。班主任走过来告诉小叶，今天依旧停课，因为小叶走得早，所以没收到通知，而且又提起了怪物吃人的事。宁宁诺诺和那些失踪的人，说不定都被吃了。班主任让小叶赶紧回家，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警察，让他赶紧回家，要是发生什么事就不好了。但是话还没说完，一把刀就从身后将警察捅了个对穿。武士手持4把大刀朝着小叶挥砍而来，所到之处地面开裂，桥面塌陷，小叶很快落了下风。武士开口嘲讽小叶竟然变得如此弱小，如果被这种人打败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小叶以为武士说的是自己同为巫女的母亲，他确实没有父亲强大，但是他也一定会将谷物全部消灭。短暂的僵持后，武士将刀插入地面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不仅认识小叶，还认识小叶的父亲韦方，并大肆嘲讽韦方的愚蠢。凭小叶就想打倒他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武士的背后再次长出了4只手臂，6把大刀朝着小叶挥砍而来。小叶生气地反驳着武士的话，他父亲明明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，但武士就像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样。小叶认为这是谷物用来迷惑他的话，武士却说不断用胡言乱语违反约定的明明是人类。砍刀在小叶背后砍出数道伤痕，小叶无力地跪倒在地，却听武士说在杀了他之后要去杀他的父亲，瞳孔瞬间变成红色。小叶割开长刀，坚定地拦在了武士面前，他不会让任何人去伤害他的父亲。两人同时走向对方，在武士双刀架上他脖子的同时，小叶一刀贯穿了武士的喉咙。武士让他最好去问问韦方真相，小叶没有回答，而是从上至下将武士劈成了2半。他脱力跪倒在一片血泊之后，而就在他俯下身似乎要喝血之时，时针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。面对一地鲜血和尸体，时针却没有丝毫的害怕，而是走上前紧紧抱住了小叶，将他带到了河边清洗身上的血迹，随后才问起关于怪物和小叶带刀的事情。小叶不说，他不愿意将时针卷入到危险之中，但是时针更不能看着小叶一直深陷危险，他也希望能帮上小叶的忙。于是小叶将事情全部告知了时针，姐妹花的死以及谷物的存在。小叶非常自责，总觉得是因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大家。看到小叶头疼还要强撑着没事的样子，时针一把将小叶搂进怀里安慰，但小叶在情感方面实在迟钝，居然愣是不知道时针为什么要抱他。时针很无奈，但毕竟是亲眼所见，他相信小叶所说的怪物。小叶纠正他，谷物而不是怪物。时针送小叶回家，他希望小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告诉他，他想要多了解小叶一点。小叶回到家后，发现父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，顿时吓得不知所措。还好扶起来之后，父亲并没有什么大碍，他身上的血迹还不小心沾到了父亲的脸上，小叶这才放下心来。如果父亲出事的话，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泡澡的时候，小叶还在惦记着父亲，父亲脸色不好，看上去非常难过。小叶还是觉得父亲身体不舒服，只是在他面前强撑着。正想着，小狗突然从浴室的窗口跳了进来，一人一狗默默对视。小叶倒没觉得被看光了害羞，小狗跳进来问小叶伤势怎么样了。他的体质明显不同于常人，伤势愈合得非常快，但小叶觉得没有丝毫不妥。见小叶还是想不起和谁订立的约定，小狗又换了一种问法：如果违反约定会怎么样？小叶的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。依旧在那间挂满血瓶的房间，他被锁在椅子上，对面的人似乎在进行某种实验。小叶倒在浴缸里，神志恍惚。门外的父亲听到声音走进来询问，小叶一回神，小狗已经不见了。
之后的3天，谷物都没有动静。学校通知今天复课。得知小叶还要去上课后，父亲的表情变得有些悲伤。他问小叶，只身一人和谷物战斗是否觉得辛苦？小叶笑着安慰父亲，自己没事，他一定会打倒谷物安全回来，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。一提到母亲，父亲的表情变得更加奇怪，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而是让小叶一定要消灭谷物。接过御神刀前往学校，班里的同学都在因为最近发生的事非常不安，根本无心上课。就在这时，操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，同学们都聚集在窗边围观，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东西。怪物睁开眼，瞬间锁定了小叶所在的楼层，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教学楼撞来。怪物闯进教室里，开始大肆屠杀之人，同学们吓得仓皇逃窜，但怪物很快封死了所有出口，明显不让一个人逃走。小叶拔出御神刀冲向怪物，他绝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死掉。小叶拖住怪物，让艺术马上带着同学们逃出去。然而怪物非常狡猾，小叶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班里的同学依旧被他吃掉了1多半，到最后只剩下5人逃往天台。小叶忍着剧痛的头在走廊和怪物缠斗，他的头越来越疼，很快连拿刀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原本去袭击学生的怪物不知为何突然返回，将小叶钉在了地上，问他为何如此愤怒。朋友被杀害，怎么可能不生气？怪物笑了，随后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小叶咬下。关键时刻，班长手持灭火器救下了小叶，但自己却成为了怪物的目标。最终，怪物破开天台的门，杀死了其他4名学生。亲眼看着优花死在面前，小叶彻底愤怒了，瞳孔再次变成红色。怪物咧开大嘴，高高跃起后朝着小叶重重砸下，但是一瞬间，小叶凭空消失了。怪物抬头一看，只见小叶也跟着从空中跃下，瞬间切碎了他的一条腿。怪物咆哮着吐出长舌，却被小叶一分为2，并顺便抱起砍碎了他的几乎所有腿。怪物挣扎着想要逃跑，小叶跳起一刀正中怪物脑门，怪物惨叫着剧烈挣扎摔下天台。小叶将怪物彻底大卸8块才肯罢休，随后跪倒在血泊中痛哭。他明明约好了要保护大家的，却没能做到。在这场袭击中，唯一幸存的艺术突然很严肃地问小叶是什么人。小叶眼神空洞，如机械一样重复着自己的身世。然而艺术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好先将小叶带离现场。2个人在校门口遇到了班主任，没想到班主任开口就问：“这些都是你杀的吗？”小叶再次晕了过去。醒来之后已经到了家，小叶再次深夜出门散心，他到最后谁都没能保护住。小狗将身体贴近了小叶，小叶再也忍不住地抱着小狗失声痛哭。等到小叶情绪平复后，小狗问他哪里痛苦，是负责思考的头脑，还是负责感受的身体，亦或者是心？今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已经离结束不远了。小狗又问：“是和谁做的约定？还有你是谁？”小叶的眼睛一瞬间变成了比之前还耀眼的红色，越来越多的记忆被翻了出来。小狗离开之前，让他好好想想这2个问题，以及那种一想事情大脑就会堵塞的感觉。时针此时来找他，他听说了学校发生的事，见小叶安然无恙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小叶又想起了大家都被杀害的经历。等一下，大家？小叶愣住了。学校复课的消息应该是所有人都通知到了才对，但是他在和怪物的战斗中却没有发现除了本班学生以外的任何人，就连老师都只有班主任1人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时针又为什么要来找他？时针一把将小叶搂进怀里，因为我喜欢你呀。面对时针的表白，小叶表现得非常冷静，反问时针喜欢他的什么方面，他们相处时间又有多久？时针明显的犹豫了起来，不过还没等他回答，小叶的父亲韦芳就带着刀走了过来，时针只好离开。小叶又对着父亲复述了一遍自己的身世，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，但是为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母亲的名字？